父亲，盼儿，盼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父亲，您不能把镇魂珠交给曲檀儿，我才是曲家的长女，您要传也应该传给我。总之，这宝贝是我的，你们谁也别想抢。盼儿，檀儿，这什么玉？这么亮！你看我干嘛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明明檀儿以前是碰过的这玉盒的，为何现在竟……盼儿，闺女，盼儿，盼儿，我的好闺女，你醒醒！长姐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她也是曲家的后代，只是被玉盒的寒气所伤，应该无妨。来人，送太子妃回府。小心，小心啊！盼儿，盼儿，轻点，轻点啊！八王爷，下官告辞了。还望妥善保管镇魂珠啊。岳父大人放心，镇魂珠乃皇爷爷所赐，本王定会妥善处理。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轻点儿！哎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个镇魂珠的由来。镇魂珠不是先帝赐的吗？难道你怀疑曲江里有所隐瞒？那倒不会，他都把镇魂珠献上了，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？但是本王在想，皇爷爷把镇魂珠带到东岳，一定有所深意。而且，镇魂珠并不像是东岳所有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本王是觉得，皇爷爷把镇魂珠交给曲江林，一定是为了等待一个与镇魂珠有关系的人出现。你不会怀疑是我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又不是东岳国的人。曲檀儿是啊，而且你能触碰那个玉盒。可是，檀儿小的时候，哎呀，搞不清楚了。好了好了，不想了，咱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的镇魂珠呢？属下无能。主人，虽然属下失职，没能将镇魂珠拿到，可是此次我们发现了一个对主人十分有利的秘密。讲。曲檀儿可以碰镇魂珠。终于让我找到你的主人了，列命碎魂听令。是。立刻杀掉那个女人，越快越好。可是，他身边总有莫连成和刘千水的保护，属下怕。哼，光凭你们两个废物当然不行，去让莫一怀想办法。属下明白。厂长，你说这盒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要不我把檀儿叫出来问问，我就想知道他小时候到底能不能碰。也好，把曲小姐叫出来。
看看他是否知道些咱们两个不知道的情况。那我叫了啊。程程，你一点也不帅。我刚才变了吗？没有啊，你还是你啊。程程是个大笨蛋。徐小棠不是世间第一大美女，我一点都不爱程程。这回灭了吧？没有。怎么回事？现在连说谎也不管用啦？难道跟这个镇魂珠有关？对了，这个镇魂珠我们还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呢，要不然你们拆开看看。不可，这个镇魂珠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，咱们还是谨慎些为妙。可是刘千水都说过了，这个珠子能把我带回我自己原来的世界。程程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看着他，太紧了，却想起他，我是怕一松开，少了你就会消失不见了。多了优雅，怎么会呢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都算今生今世，永远都不分开了。别害了他，背起行囊去天涯。对，今生今世，如果我们永远不分开。能遇见他，这个镇魂珠还是交给我保管吧。交给你保管，这个盒子是我曲家的镇家之宝，还是应该由我保管才是。就哦，你是怕我偷偷跑掉，对不对？我可以重来吗？我是担心这个镇魂珠会引起什么祸端，由我保管更为安全一些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还想再寻找，原来我以为可以停靠。这个镇魂珠有太多的秘密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去找刘千水问问？说不定他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想来就变煎熬。本王为了皇位，做什么事都可以，唯独不能伤害唐儿的性命。哼，事到如今，太子殿下伤他的次数还少吗？再说，殿下不是看不出来，她已心属莫连城，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倒还真亏了你舍不得。你住口！太子殿下息怒，烈命说的有道理。别人的女人和自己的皇位，孰轻孰重，你应该清楚。这都怪本王，是本王把唐儿逼到莫连城身边的。可若不是本王受你们二人蛊惑，做出那些令唐儿伤心的事情，如今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。这都要怪你们！殿下此话差矣，是你让我们帮你谋取皇位，怎么，倒成我们的错了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从今往后，本王的事情就不再劳烦二位了。要是二位做出什么伤害唐儿的事情，就休怪本王翻脸无情。刘千水，刘千水，这个老怪物，用着他的时候就找不着人了。你这个老怪物，你想吓死老娘啊？就你这个胆子，谁能够吓得了你呀？
哎呀，你小子看来这身体恢复的不错嘛。前几日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。哎，你学的对，要不是我出手相救，后果那是不堪设想啊！别怪我，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说。你哪一次找我不是要紧的事儿？我得到镇魂珠了。你得到镇魂珠了？你能碰镇魂珠？是啊，这细节你就别问了。我这次来是想问你，为什么最近我都没有办法把曲檀儿换出来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在问你话呢。哦，对，可能啊，是跟这是镇魂珠有关系。它增强了你的力量，削弱了曲檀儿的力量，所以呢，以后要是想让曲檀儿现身，恐怕是越来越难了。那这可糟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办法我也没有。哎，你那离魂箫练得怎么样了？我没带着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应该时刻带在身上啊。哎呀，我也就今天1天没带。那我信你了。不过呢，以后你要是吹不好离魂箫的话，我就不愿意再回答你的问题了。哎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下次我一定好好练。这镇魂珠到底有什么用处？这样，你呀，先把离魂箫练好。等练得我满意了，然后我再告诉你好不好？好吧，知道了。前辈，本王和檀儿先告辞了。对，后会有期。刘前辈一定隐瞒了什么？镇魂珠的背后一定没有这么简单。太好了，100年了，终于等到你跟镇魂珠了。厂长，你不能怪我，小心啊！快滚！莫连成一人你们尚且不敌，若我也一同出手，你们2人今日休想活命！好你个莫一怀，竟敢坏我们好事！现已打草惊蛇，当速速回禀主任。谢谢。不要误会，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你莫连成。他们会找你报复吗？那是我的事儿，与你何干？檀儿，没事吧？谁？出来吧。
难道太子殿下不欢迎我们？你们到底想干嘛？当然是帮太子殿下成就大业了。本王说过，不用你们多管闲事。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。回太，大小姐八王妃来看您了。她来做什么？她来看我的笑话吗？让她走。这……我好心来看看你，你怎么还不领情呢？宇浩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我如今这副模样，还不是拜你所赐？也不是因为娶她了，才落得光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既然你已经看过了，那就走吧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犯了那么大的错，我好心去求八王爷救你出来，你怎么还不领情？哼，你为何叫我？自己心里清楚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是举檀儿唯一的姐姐。如果真是顾念姐妹之情，那镇魂珠怎么会落入你手？就是你死了，这镇魂珠早晚也是我的。其实啊，我一直有些事不明白，你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？就算你想当东岳的皇后，想疯了，可我毕竟也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当真就这么狠心吗？哼，如果你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那么我当不当皇后又如何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从小父亲就只疼爱你一个人，你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跟我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是啊，我是曲家的千金，我什么都有，可是偏偏是你抢走了我最想要的东西。莫一怀，我从小最恨的就是你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好像什么都抢不过，好像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可是偏偏就是你抢走了他，我却怎么也得不到。就因为这个，你就非要杀了我不可？就因为这个，你有易怀的爱，又有莫连城的爱，而我呢，我什么也没有。如果不能把你从他心里除去，那么我只有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可我是你的亲妹妹，也是。那你好好休息吧。
我再也不会来打扰你。等等，其实畅音阁一事，我跟母亲也不过是被人利用的棋子。真正想要害你的人其实是于浩。您没事吧？先别问，快去找凶手，务必查出真正的刺客是谁。是。我原本是想替檀儿找回你们的姐妹之情，没想到太后娘娘，老奴有事禀告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何事？回禀太后娘娘，那曲盼儿回到府中，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差点说出对您不利的话。老奴已经把他给处置了。这个贱人自寻死路，也怪不得哀家。是呀，从今往后，太后您就可以安枕无忧了。哼，只要曲檀儿还在世一天，哀家又如何能安枕无忧？不是说你们家主人终于肯见本王，人呢？殿下莫急，主人已经来了。太子殿下，久仰了。你究竟是人是鬼？哼！太子殿下不用担心，我只是不便亲临此处，故施此法，与你商谈合作之事。你的人办事不力，镇魂珠已落入莫连成手，本王也束手无策。你既然如此神通广大，为何不亲自出手？太子殿下太过妄自菲薄了，如今的你今非昔比。列兵催婚。是。如何？我虽然不能亲自出手，但我已将功力传给了你。想必有了这番本事，太子殿下应该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。想来，莫连成现在已经不是本王的对手了。可是这镇魂珠对本王并没有什么用处，我为何还要助你？你的功力来自于我，镇魂珠对我有益，自然也是对你有益。何况太子殿下放心，由莫连成保管镇魂珠吗？的确如此。只是之前已经打草惊蛇，现在想来，贸然去抢定是不妥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设下圈套，暗中夺取。好，就依殿下的计划行事。你召集见朕，意欲何为啊？请父皇恕罪，儿臣现在还不能说，要等一个人。何人？太后娘娘驾到！给母后请安，不知母后为何忽然前来？不是皇上让哀家到御书房来说有要事相商。请父皇太后恕罪。今天是儿臣假传圣旨，请太后娘娘到此。是你？哼！你假传圣旨，诓骗哀家，你可知罪？
说吧，你如此大费周折，意欲何为？儿臣知道，皇祖母一直以来都对儿臣有成见，误会儿臣针对八弟。虽然朝堂之上和民间百姓对儿臣都多有议论，可儿臣都不以为意。儿臣实在是承受不了至亲骨肉之间越来越多的误会。今日为了自证清白，保住我们的兄弟之谊和皇室之情，儿臣恳请父皇废儿臣太子之位，改立八弟。住口！立储是何等重要之事，你一个太子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，滚回去，闭门思过。皇帝为何动怒？太子既然有此心意，何不成全了他？不行，母后，储君之位怎能轻言废立？母后，以后请不必再提此事。太子御前拔刀，这是要造反吗？把剑放下。怀儿，儿臣诚心让位。如果父皇不准，儿臣也再无脸面苟活于世，宁愿一死。你为什么要苦苦的逼朕呢？皇帝，你又为何执意不从呢？改立成儿，岂不皆大欢喜？别说了，成儿他不可能继位的。为何？如果莫连成就是你们太上皇最宠爱的孙子，那么太上皇定有一诏，莫连成他命里岂无矣。父皇在离去之前，曾私下里告诉朕，说成儿活不过25岁。什么？母后，这不可能！虽然朕不希望这件事是真的，但父皇告诉朕的时候十分慎重。虽然朕不知道父皇如何预知，但父皇的高深莫测，想必母后比朕更加清楚。他断不会妄言的。把剑放下。朕知道，孩儿的心中一定有很多的委屈，但是你听着，东岳江山不可频频易主，为长远计，只能由你担此重任。父皇放心，今日都是儿臣的错，惹父皇与皇祖母生气。日后，儿臣定当加倍努力，为了东岳，为了八弟。